你知道微软在 Skype 聊天软件里内置了一个免费的 GPT-4 Bing 聊天机器人吗？不仅功能强过浏览器版本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使用限制，重点是完全免费。我们点进去这个 Perplexity AI， 点进去之后呢，左边这个蓝色框框的地方可以进行注册，看你是要用谷歌注册还是用苹果 ID 注册都可以。接下来呢，就开始创建我们的账户，这边点 Continue。这边如果你想要使用免费版的话，就选右上角的 Skip。这边一样选择右上角的 Finish， 这样就完成注册，来到我们的主页面了。主页面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哈，把你想要问的问题打在这边。你会看到右下角有一个 Copilot， 这代表着每4小时有5次的提问机会。当你想要使用 GPT-4 来提问时，记得把这个横杠给打开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看看到底是不是 GPT-4。它这边也会先搜寻网络然后它会查询一些网络上的资源之后，再给我们它的答案。看起来它是 GPT-4 没错，它知道鲁迅和周树人是同一个人。就点这个 Cinco AI。点中间的 Get Start for Free， 这边呢你可以用谷歌来注册，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，所以这边我直接用我的账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边就是我们的主画面，最上面这边呢是你的 Credit。Cinco AI 每个月会给你5000个字，看它回答的文字数量来做扣除。中间这边你可以看到4大区块，分别为创建文字、创建图片、编辑档案，还有其他进阶工具。下面还有很多工具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玩看看。如果有找到好玩的工具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就针对 GPT-4 来做教学。中间这边点开呢，可以选择 GPT 3.5 或者是 GPT-4。是否要开启网络搜寻功能？资讯截止到2021年，所以你如果需要比较实时的资料的话，我建议你这边把它打开，可以上传 PDF 文件，然后用自己的声音为品牌写内容。然后是角色提示词，这里已经内建非常多的角色提示词，例如 Mr. Beast。点下去之后，右边就会出现相对应的提示词，点选 Use Prompt，GPT-4 就会变成相对应的角色来与你交谈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是不是 GPT-4。那这边也是会先搜寻网页，这边他也知道鲁迅和周树人是同一个人，所以他是 GPT-4 没错。但这边我觉得他中文回答的速度有点偏慢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内容给你带来价值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影片。你的点赞订阅就是我创作的动力。这边我们就点 Oral AI，
点进去之后呢，点右上角的 Login， 这边呢你可以用 email 注册或是 Continue with Google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主画面。如果你要开启聊天的话呢，首先你要创建一个聊天机器人，我们可以点这边来进行创建。如果你不想创建的话，你可以点这边的 Explore。这个里面有非常多已经创建好的机器人，大家可以玩玩看。上面这边也有分类可以让你做选择。那我们就来创建我们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吧。点这边开始创建。这样就创建好了哦。现在我们一样来问他同样的问题吧。我觉得他回答的速度算普通，那回答也是正确的。因为我本身有安装 Skype， 我们就直接跳到 Skype 去。这边就是 Skype 的主画面了。我们先说一下使用方法，后面再来说它的优缺点。这个聊天机器人呢有两种使用的方法。方法一，可以在这里搜索 Bing 机器人，这样子就可以开始跟 Bing 聊天了。方法二，新建群组聊天，搜索 Bing 聊天机器人，把它加入聊天室。你可以选择只是你和 Bing 在这个群聊里面，或者是把你的朋友也加进来。当你想要 Bing 来回答你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在这边点个 at， 点选 Bing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你可以依照话题建立不同的群聊，就可以实现和 ChatGPT 类似的多个绘画窗口。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Skype 的 Bing 吧，记得要 add Bing 哦。看来他的回答也是正确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它的优缺点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影片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